没有钱，没有钱。Hello，Hello，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对，那 Hello，先跟大家打声招呼，飞高高你好 ，CV 大佬，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说自己是，现在应该还不行。Miss Cocolo，我会的，会保重身体的，谢谢你的恭喜。好 ，Barry，Hello， 谢谢你的恭喜，5000订阅了。郑生源，今天谢谢你在推特上面回答我的问题，对我已经训练成功了，谢谢。晚上好，晚上好。Cosmos JC， 恭喜5000订阅，谢谢。嗨，郑世奇你好，第一次跟台 ，Hello。Daisy 猪你好，恭喜5000订阅，谢谢。几百米 ，Hello 你好。好，大家好。对，那首先，先说一下，就是我之前就是有生病，所以我现在，病还没好，就是还是有咳嗽的一些症状，所以等一下可能会讲到一半咳出来，请大家见谅这样子。对，好，然后这一次呢，就是之前就说我在做那个酷打的教学嘛，会比较少开直播，但这一次呢，就是正好碰上频道5000订阅，算是一个比较可以纪念的里程碑。然后最近我在做的这个工作，又是我自己觉得做的蛮有成就感的这个 Instant NGP， 就是我之前有直播讲到的，就是 NVIDIA 开源的一个现今地表最快的 3D 重建技术这个东西。然后我把它用 PyTorch 重新复现了一次，那得到的结果虽然等一下最后会跟大家说，就是还没有原版的那么好，但是基本上一些功能都已经算是完全了，对。所以今天的话呢，就主要跟大家介绍我的最近的这个工作这样子，然后也再详细一下讲解之前讲 Instant NGP 的时候漏掉的一些细节，今天把它补上。结果自己在做的时候才体会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细节这样子。Hello， 钟启明你好，好 ，OK， 那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 Instant NGP。如果还不知道是什么的话呢，我这边再重新介绍一次，就是它是今年1月的时候，就是 NVIDIA 就是开源了一个，就是可以非常快速重建那个 Nerf 的一个方法。如果你知道 Nerf 的话，就是训练一个神经网络，然后它去重现这个3D 的场景。你可以用有限的图片去训练，然后它就可以在任意的视角上面生成那个场景的图片，这样子。好，那个方法呢，虽然它得到的效果非常好，就是图片重建的效果非常好，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训练的速度非常慢，而且是每一个场景它要分开训练。所以它每一个场景分开训练呢，基本上都需要好几个小时，可能就是跑一个东西，你就要就是你睡觉之前跑，那你睡觉起来之后它才会跑完，这种就是非常慢。好，那这个 NVIDIA 开源的这个 Instant NGP 是这个 Neural Graphics Primitives 的缩写。那这个方法呢，它就把之前那个 Nerf 非常慢的训练的时间呢，加快了非常多倍。对 ，Hello 老公，谢谢你的恭喜。好，对，那原本是非常多个小时嘛，就好几个小时。那他把它这个训练时间呢缩短为就是数分钟，对，可以想象成大概5到10分钟，你就可以把一个场景训练得非常完美，就像这里的一个图示一样。而且它还提供了一个很好操作的一个
GUI 界面，就是可以实时的可视化这个训练结果。对，好，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厉害嘛。那但是呢，它主要不能说是不好的一点，但是就是让大家望而却步的一点吧。就是它用的程式语言是这个CUDA。那CUDA这个程式语言这里，它是专门写在 GPU 上程式语言，所以它就是非常多种平行运算都可以在上面执行，那就很快。但是缺点，说是缺点也是缺点吧，就是在学深度学习的人基本上是不太会去碰到这一块的。我们只会学，就应该说大部分的人只要会学那种比较高阶的语言，像是TensorFlow 啊、PyTorch， 或是各种神经网络框架 Keras 这种，对，他们都是操作非常高层的，就是你可以直接定义有什么层啊，然后他们之间的连接是怎样。那这个CUDA就是算是比较底层的东西，所以它写起来，首先呢，它的行数就非常多，而且就是没有看过的人基本上看不懂它在写什么。比如说，我就给大家看它的程式码好了，然后它实际正式的这个程式的运行的程式码是这个档案。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程式码的行数就爆多，一个档案有3000多行，就是正常人是不可能完全去看完它的，而且又是在你不会CUDA的情况下。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虽然它很厉害，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就是大家就是那个深度学习研究者一个比较容易扩充的环境。对，就是你可能想说我这个 InstantMGP 我要怎样把它变好，但是又是如果是CUDA写的话，那你又是不知道怎么写，那又要从那边开始学。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限制了大家一些东西这样。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个东西呢用 PyTorch， 我自己是 PyTorch 比较厉害，所以我决定把这个东西用 PyTorch 重写。那我上个月吧，就是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上班也在做，下班也在做这样子，对。然后有闲的时候就去做一下我的CUDA教学。现在出到第2集了，原本今天或者是昨天要出第3集了，但我觉得我现在喉咙状况不好，所以我打算等可以正常说话，不会一直咳嗽的时候再继续做第3集这样子。好 ，OK， 那前言讲了这么多，就是说我现在是大致把这个 InstantMGP 的内容都做出来了。对，那首先的话就先分享一下我做出来的这个结果。OK， 那我做出来的结果分享在我的 GitHub 上面，那是这个 NGPPL。对。那首先就是第一张图片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东西它是真的可以训练很快的，就是我虽然把它移到了这个 PyTorch 上面，但是它的速度一样没有减慢，就是还跟原版一样快这样子。那这边是显示就是那个乐高的那个推土机它的训练过程。那正常的 Nerf 呢，它是需要训练好几个小时才可以收敛。那这个 InstantMGP 的话就很快，我这边就放这个影片给大家看。那这个是就是训练的过程，然后我把它就是每一个 epoch 把它那个存出来，然后把它那个图片显示在这里。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这个收敛的速度就很快。好，那就是才过几十秒，那就可以看到这个乐高的推土机的形状已经出来了。然后在越训练越久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啊，什么那个构造呢，都变得非常的清晰。然后而且那个细节也非常的明显。就比如说这个反光的地方啊，或者是它这个乐高的这些圈圈，就是非常明显，不太会很模糊。当然也有一些地方是比较困难的啦，比如说这个推土机的中间这一块部分，就是它可能还需要训练更久才会收敛，那这一块是比较模糊，但其他地方大部分都是已经收敛完成的。对，那这整个训练过程都是100秒之内就收敛这样子。Hello， 阿布里达安安，好久不见，恭喜，没有到5000亿啦，多了1个亿耶，多了一点点这样子，5000而已，下一个目标1万，那我希望在下一个目标达成的时候，我又能像今天一样，就是又有一个
做得很好的这个 project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是对这个订阅数没有太在意啦，我比较在意的是我做出来的成果有没有真正能就是让我觉得很满足，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使用的人觉得哦，有这样一个东西让我用真是太好了这样子。对，我写程式的目的，我得到成就感的这个途径大概就是这样子。好，那接下来下面这一张图片呢是刚才是训练100秒嘛，那我是下面是让它训练到收敛，就是让它训练久一点。这边的话是5分钟，那5分钟的话，原本论文也是训练5分钟，那得到的效果就很好。那这边的话也可以让大家看一下，那左边是训练完之后生成的图片，那右边是它的深度图这样子。OK， 那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刚才比如说刚才那些还没有收敛的部分，在训练过程拉长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已经毫无问题了，就是看起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张就是真实的图片这样子。然后右边这个深度的图的部分也是一样，比如说这个乐高啊，它的这个履带的部分就是有很多洞嘛，那这个洞的部分呢，在这个深度图里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说它是有学到说那里是有一个洞的，所以在这个深度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它的构造也是很完美的被学习的。对，除了这个之外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推土机这旁边也有一个洞，其实那它是真正有学到这里是有一个洞，而不是那里是一个白色的东西这样子。我们在这个深度这个我们叫做 Novel View Synthesis， 就是任意视点生成里面，我们会比较注意一些就是比较小的部分啦，比如说你可能会注意一个电线它有没有被正常的复原出来，那这边的话我是注意洞这样子的东西。看得出来做这种影像处理的程式真的都超猛。对啊，因为我的目标就是做一些比较难的东西，就是比较难重现的工作吧，我自己是觉得啦。因为我觉得做这个我会觉得比较有意义。就是之前也有人推荐我说做一些教学影片，那我是比如说那个 PyTorch 的入门的教学影片，但我自己是觉得是现在的网络上面其实就很多这种简单易懂吧，反正资源就是很多，那你就可以从很多资源当中去选出一个你自己就是比较适合的教材去学这样子。所以我会比较没有意愿吧，没有意愿去做那些就是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的东西，我就会比较想要挑战这种难一点的东西。对，那种就比较少人做，而且做出来如果你又做得很简单的话，那大家都会去用你的，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子。好，继续从我的影片学习知识。好 OK， 那前情提要大概就这样子。先介绍一下我做出来的成果。那做出来的成果是基本上跟原版的是差不多啦，但如果详细比较的话，其实还是差一点点。那我是有把所有训练出来的结果都汇整成一些表格放在下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这边的话我是有比较一下我现在的结果跟那个论文当中的结果。那首先是这个重建出来的结果就大概差一点点吧，我的那个平均的分数是 32.96， 那论文里面是33点多。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速度，就是一开始提到这个我们使用 InstantMGP 一个最大的它的优点就是它训练的速度很快。那其实它除了训练速度很快之外呢，它的那个推论的速度也很快，就是你生成一张图片，原本的 Nerve 呢训练一张不是训练，就是生成一张800×800的图片，它需要30秒。在我的 GPU 上，我的 GPU 竟然是2080这样子，2080 Ti， 那生成一张图片需要30秒，那就很慢。就我们是我之前的工作啊，就是那个自动驾驶嘛，那就是自动驾驶就要生成这种图片，那又用来做那个其他任务，比如说那个物体侦测啊之类的训练。那你如果生成的速度很慢的话，那你其实等于你的
那个 data 没有办法加太多，那你实际上训练出来的 detection 之类的话，那个分数上升其实也不会太多。所以这个除了训练时间之外呢，生成的时间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点啦。对，所以这个 InstantNGP 它也有在上面就是加速。对，那论文的话是说生成一张图片一样800×800，它的 FPS 是60，也就是说只需要0.016秒，这样子就可以生成一张图片。那我自己在我的这个 GPU 上测试是需要36.2 FPS， 大概是0.03秒吧，0.03秒生成一张图片，所以还是差一点。对，好，那我之后的话也会继续研究，说我到底跟这个论文差在哪边。就是最后的目标当然还是能达到跟论文一样的效果啦，或者甚至超越它。但现在就是还是差一点，但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好，那 OK， 那演示的部分呢，目前先到这里，等一下还会给大家演示一些其他的东西。好，那我们先回到这个讲解的部分。对，我今天也是蛮想讲，就是我在实际实做这个 InstantNGP 的时候呢，就是新学到了蛮多的东西。那这边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OK。大家到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及时发问。反正我就是今天就是比较随性嘛，其实每一次直播都蛮随性的，你们有问题就问就好。好，我发现其实只要一直讲话，好像不太会咳嗽。但我不讲话，自己在做事的时候还蛮常咳嗽的。好 ，OK， 那。上一次直播讲到 InstantNGP 的时候，我主要是琢磨在它前段的那个 hash encoding， 就我们说它是把原本的 nerf 是其中有一个点嘛，然后你要把这个点丢到神经网路里面去预测出这个点的 RGB 跟 sigma。那为了要让这个东西它可以重现出那种高频的那个图片的变化。那于是呢 ，Nerf 在这个把一个点丢到神经网路之前呢，它是加了一个 positional encoding 这样子的一个函数，让它一个点呢可以用 sin 跟 cosine 的这个线性组合来达到重现高频的这个目的。那在 InstantNGP 里面使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它是把一个空间分成很多个就是立方体，那每一个立方体呢，它的每一个顶点都保有它的一个特征值。那今天有一个点进来的时候呢，它是会取得这个点，就是包含这个点的所有的立方体，然后这些所有的立方体呢，它在对于它的每一个特征呢，都做一个线性差值。对，如果你有在追我的这个CUDA的教学的话，就是我里面所讲到的那个 trilinear interpolation。对，因为 InstantNGP 就是准备了很多这样子的立方体，然后有很多个顶点它的特征，然后把这些特征呢做一个三线性内插，得到最后这个点的特征。然后最后再把这个点的特征丢到神经网路里面，然后去生成它的颜色。那这样子的好处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些特征之后，因为它是就是这些特征是可以训练的，然后又有 multi scale， 那我们的这个后段的神经网路就不需要太大。对，原本的 nerf 的话是现在有写在这吗？没有。对，原本的 nerf 的话就是神经网路后段的就非常的庞大，它是有8层，然后每一层有256个神经元，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神经网路，所以它每一个点你要预测它的 RGB 啊 sigma 就会非常的慢，这也是主要它慢的原因。好，那 InstantNGP 就相反，因为它的前段的特征就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后段的这个神经网路就不需要太大。那实际的话，它只用了2层，那每一层是64个神经元，就预测出 RGB 跟 sigma 这样子。对，好，好，那这是我们之前上一次直播讲到的这个 InstantNGP 主要的让它的效率，应该说重现的效果变好的原因。对，好。
好，这部分呢，我可以先给大家，再继续怎么说，介绍一下其他重现这个 Instant NGP 的工作。大家知道这个 Papers with Code 的这个网站吗？就是 Papers with Code 的这个网站呢，它里面就是会有各种论文，那不只是这个 CV， 不只是图像处理，里面也有就是 NLP 啊，或者是强化学习，就是各种深度学习啦。对，那这个网站的好处就是你在这边打论文的名称之后，它会帮你找到说就是有哪一些代码是有公开在这个 GitHub 上面的。对，好，那我今天是找到这个 Instant NGP 所有公开的这个 GitHub 的这个程式码。OK， 那我的是这一个。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人他们做的这个复现。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原版的嘛，这个没什么好说。然后这个第二个的话，这个 TinyCuda.nn 这个也是蛮好用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它不完全是 NGP， 它是 NGP 里面的神经网络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前面这个 hash table 以及后面的这个 fully connected 的地方，它是把这两个部分呢用CUDA去做加速。对，所以 Instant NGP 用的是这个里面所提供的神经网络这样子。对，那我自己的程式码也是使用它的这个神经网络，就是可以变得非常的快。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人写的。那我先介绍一个这个东西。对，我自己在写之前呢，当然也是有调查一下有谁已经写过，然后如果有写过，我有参考一下。比如说我有参考，就是参考蛮多这个人写的啦。好，等一下再跟大家说。我先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人写的，他这个是叫做 Hashnerve PyTorch。那他其实呢，他只是他没有完全重现这个 Instant NGP， 他只是把前段的那个我们说 Nerve 原本的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然后还有那个8层的神经网络，他把这两个东西呢就是取代掉了。他把这两个东西用这个 Hash Table 跟这个小层的神经网络取代了。但是呢，它这个 hash table 也是，它没有用刚才的这个 TinyCuda.nn， 它是自己用 PyTorch 写的。对，那所以呢，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对，好，但是它实验出来的结果呢，也没有到非常的差，就是可以看到这边它是跟原版的 Nerve 比。对，它除了把这个神经网络的部分替换掉之外，它其他的部分都是跟原版的 Nerve 一样。比如说原版的 Nerve 有那个就是2层的这个 sampling， 就是第一层我们先 coerce， 就是每一个采样点它是平均uniform 这样子采样的，然后第二层在那个有东西的地方多采样一些。对，那它这个实作的话，那一部分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那这边的话，它的结果是跟原版的 Nerve， 那左边是它的结果，右边是原版的 Nerve。对，那大家可以看到说，即使只是做了这么小的一个改动，就是我们只是把神经网络的部分，把那个 positional encoding 改成 hash encoding， 那得到的这个收敛速度其实已经比原本的快非常多了。对，好，大概就这样吧。这个程式码主要告诉我们的这个 insight。告诉我们的这个 idea 大概就是像这样，就是我们只要把 hash encoding 改了，那其实收敛速度也就变非常快。对，这一点其实在论文当中有提到啦。好，但是呢，这个程式码呢，它就其他部分都没有实作，所以我就没有参考它的。左边那个太快了吧？对啊，这跟原版的比就快非常多。但因为它其他部分它没有优化，所以整体的速度还是很慢的。对，好，那接下来呢就要继续为大家讲解说，除了这个 hash encoding 之外呢，这个 Instant NGP 达到加速的其他的秘密。对，今天的我们的主题就是这一个。好，那其实说是秘密也没有完全是秘密啦，大部分都写在论文里面了。好，我们拉到下面来看。对，
哦，对，这个 Instant NGP 除了那个 Nerf 的重建之外，还有包括那个图片的重建啊，或是 SDF， 但我这些我现在都还没有研究，因为我现在的话主要还是我之后可能工作上会用到这个 Nerf， 所以我现在主要还是研究 Nerf 为主这样子。对，之后工作说不定我就把我自己实作这个用在工作上面。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来咯，大家前言你可以不听，那这边的话就是重点就来了，这样子。好，那重点是在这个 Accelerated Nerf Ray Marching。好，那这边的话呢，它是把那个就是我们说原本的 Nerf， 我先再重讲一次原本的 Nerf 是怎样好了。对，虽然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我的频道的话，可能就老生常谈了，但我还是不免俗的每一次讲一下。对，就是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照相机嘛，那其中我们要生成一个像素的话呢，我们是生成一条射线通过那个像素。好，那我这边先讲原本 Nerf 是怎么生成这张像素的图片的。好，那原本 Nerf 的话，就是在这一条射线上呢，首先呢，先平均的等间隔的丢好几个采样点。那这个采样点的数量呢是固定的。OK， 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这个采样点的数量是固定的。比如说在 Nerf 里面的话，我记得是64个采样点。对，那它有2步。那第一步是 coerce， 那我在这里写一个 C 好了，就是 coerce 的意思就是比较粗糙的。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个空间里面哪里有东西，所以我就先平均等间隔的采样，我就试试看说，这里有没有东西，这里有没有东西，这里有没有东西，这样子。那试出来之后，第一次我们推论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个分布。那每一个点呢，会有一个权重，那这个权重就代表说这里有没有东西。那如果我把这个权重画成一个分布的话，那它可能比如说像是这样子。那我就知道说，那这里有东西的可能性可能比较大，所以下一次采样的话呢，我就其他地方我就少采样一点，我就在这个比较有可能有东西的地方呢，我就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OK， 那 Nerf 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它是采取了2步的这个采样。对，那第2步的采样呢，就在这个分布的这个值比较多的地方呢，我们就多放几个采样点这样子。好，那同样的这个采样点的数量也是固定的。那在 Nerf 的论文里面是128个，那这个叫做 fine 的采样点，就是比较细致的采样点这样子。好，那最后有了这么多个，总共其实是64加128啦，这里其实有加64的，对，这个64跟原本64是一样。好，那总共就会有这么多256个采样点，然后他再把这256个采样点的那个，就是每一个采样点都会有它的颜色啊，然后 alpha， 那 alpha 是从 sigma 算出来的，然后再把这些东西用这个 volume rendering 的那个公式去算出来。那这边的话应该等一下也不会用到，所以我就不写了，反正就是把这些东西就加权平均算出来，就得到最后的那个颜色。好，那这是原版的 Nerf 的算法。好，那接下来重点就在我们今天这个 Instant NGP 是怎样把这个东西达到加速的一个目的的。好，那接下来就来讲这部分。好，那接下来是讲这个 NGP 的加速方法。好，那一样，首先我们生成一个像素的过程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样有一个照相机嘛，然后我们要生成一张图片，生成一个像素的话，我们一样是生成一个通过这个像素的射线。OK， 好，那 NGP 跟这个 Nerf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它放采样点的方式不一样。对，那它放采样点的方式呢，它是根据一个叫做grid， 我把它用程式里的那个变数名称来写好了。我们是会保存一个叫做
我们是会保存一个叫做 density bit field 的东西。对，那这个东西呢是一个3次元的一个结构，它是有很多个正方体，包含了所有的 3D 空间。那每一个正方体呢，它存储的值是0跟1，然后0就代表说这个点没有东西，那1代表说这个点有东西。对，那实际上画出来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包覆着所有领域的一个 3D 的分割。就假设我们今天的这个场景的大小是这样子，那我就把这整个场景呢分成，就是论文当中是128乘128乘128，我就把它分成这么多个小方块。对，然后我的每一个小方块呢都保存，要么是0，要么是1。那如果是0就代表说这个空间里面没有东西，那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说这个空间里面有东西，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在生成这个采样点的时候呢，我们从起点开始，慢慢的探索说这个地方有没有东西。对，我们从起点开始，比如说我们从这里开始好了，我们就这个起点在这里，我们就看这个起点所对应到的那个 3D 的小方块，它所存储的值是0或者是1。那如果是0的话，就代表说这里没有东西。好，比如说我把这些小方块都画出来好了，比如说它大概是可能会长这样子吧。好，就画个大概就好。好，那如果这个小方块它所保存的值如果是0的话，假设是0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块东西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东西存在，那我就不需要在这里放任何的采样点，我就可以把这个采样点呢移到下一个地方去，我就可以移到比如说这个地方来。对，然后我们再看说这个这个空间里面这个小方块所保存的值是0或者是1。那假设今天这个小方块保存的值是1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说这里面可能有东西存在，那我就多放几个采样点。对，那我采样点我就多放几个这样子。那 NGP 里面放采样点的这个方法它是等间隔的，所以其实这2个点之间它的间隔是一样的这样子。对，就是慢慢多放几个，然后当它到下一个这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再对于这个空间做一样的判断。那如果是0的话呢，我这个地方就不要放了，我就放到下一个地方，就是一直到有1的地方我才去放，那0的地方我都不放这样子。Hello， 叶子果酱安安，现在在讲 Instant NGP 加速的方法这样子。对，那因为呢保存这个128乘128这个东西，它的这个怎么说？你取得它的值是0或者是1，这个操作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就这个操作就不像 Nerf 一样，我们 Nerf 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有没有东西的话，我们是要把这个东西 pass 到神经网络里面才知道，那这个操作就很慢。那在 NGP 里面加快的方式就是我们保存了一个不需要通过任何神经网络的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 grid， 就是里面只保存了0跟1。那我取得这些数值的方法就很快，我们就不需要透过任何神经网络，所以我们只需要非常快的方法呢，就可以把这个有东西包覆的地方的那个采样点给求出来，这样子。对，所以它主要加速的第2点就是除了那个 hash encoding 之外，就是这个 density bit field 了，就是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很有效的就是去除掉这个没有任何东西的空间的采样，我们就可以只在有东西的地方做采样就好了。好，那应该就只是这样子了吧？对。好，那这个部分呢，我也做了一个可视化。这个的话，原版的话好像是没有这个的可视化。那我那时候在 debug，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我这边就实际演示一下刚才所说的这个 bit field，
跟这个我们叫做 skip empty space 啦，就是我们略过这些没有任何东西存在的空间，这样子。我这边就实际演示一下这个构造，还有实际我们的采样点它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刚才说就是生成一张图片很快嘛，就是 FPS 就是30多。那这边的话也是实际让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话我是生成一张图片，那第一次 FPS 有点慢，应该还是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在直播，所以会吃到一些资源。它现在 FPS 有点慢，那它生成的图片就是这边是生成的图片，那这边是生成的那个深度图，这样子看起来都非常的好。OK， 好，那接下来就给大家看刚才我说的这个那个 density bit field 这个东西，它是到底是什么？好，等一下我这边做一些修改。好，OK，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变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我希望跑出来，不要因为我在直播就跑不出来，拜托你。好 ，OK， 这边显示出来了。好，那这边的话呢，我是一个一个跟大家说，我这边画的是什么。好，首先这个绿色的这些线啊是射线。那我这边是随机生成了16条射线，就是我们生成一张图片，它是有很多条射线嘛。那比如说我这边要生成16个像素，那总共就会有16条射线。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好，这个橘色的这个盒子。那橘色这个盒子是整个场景它所占据的空间，对。然后我们就把这整个空间呢，像我们刚才一样。说的就是把它分成128乘128乘128这么多个小方块 ，OK。那接下来我在这边显示的这个灰色的方块，我们刚才说那个128乘128乘128，每个方块都保存了0或者是1的，就是2元的一个数值。那我这边是把那个方块值为1的那个方块画出来，对，所以就是代表说只有这些地方有东西。其他地方全部都是空的，对，这样很清楚。原版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可视化这个射线啦，对。好，那我这边是把射线也一起画出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放大来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蓝色的点。那这些蓝色的点呢，比如说，好像这样看有点不太清楚。我看一下怎么调。好，这样子好了，大家可以看这边，就是这些蓝色的点呢，就是采样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虽然这个射线是从这边开始发射的，但是因为呢，首先呢，首先我们是先对这个射线跟这个 bounding box 做一个就是交叉点的测试啦，所以它的起点其实会在这个交叉点开始的地方。好。它从起点开始发射，那首先因为这边全部都是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所有空的地方没有任何一个采样点，只有当它这个射线跟我们的这个 density bit field， 就是当这个它跟这个我们场景里面的小方块有所交点的时候呢，我们才在那个地方放置采样点，这样子。而且呢，放置的方法也不是就从那里开始就一直放，我们是真正有看那边到底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我才放。所以比如说像这边，我到这里这个地方
是最后一个方块，那我在这边就停止放采样点，因为中间这边都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这边也被我就是省略掉了。对，那直到这条射线又在跟这个灰色的小方块有交点的时候呢，我才在那边再放置新的采样点，这样子。对，所以我就画出了这个可视化，那我就可以知道说我实际的这个实作其实是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啦。就是它真正的，首先呢，它是这个形状是跟我训练的那个东西是差不多的，就是我训练的是一个乐高，那这里不会跑出来一个什么球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构造是对的，这是第一点。那其次就是说，这个采样点的放置的位置也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呢是没有任何采样点，只有当这个射线跟这个场景有所交点的时候，我才在那边放采样点这样子。对，所以这个可视化呢对我帮助还蛮大的。好 ，OK，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 Instant NGP 里面第二个加速的秘密，这样子。对，还有第三个，第三个其实就讲起来其实比较复杂一点，但主要的想法还是跟第二个一样。OK， 那第三个想法，第三个加速的方法，我先把这个关掉，因为这个吃的资源其实还蛮大的，之后可能要再做一些其他可视化的方法，因为有时候就如果那个场景的那个方块数太多，它这个 notebook 其实是会 crash 的，crash 好多次哦，就是好像我这边超过20万个的话就画不出来了，就会宕机，笑死。Hello， 今天新来晚了，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你有看到吗？我可以再画一次给你看。就我们在讲这个 Instant NGP 加速的方法，它是有用一个 Density Bit Fill 去保存说那个空间到底有没有东西，那以此达到就是我们可以省略掉那些空的空间，然后除了速度加快之外呢，那个实际渲染的那个图片的品质也会更好，这样子。正生说不知道提高 Density Bit Fill 的分辨率，这个我还没有实验过，我是有实验过64啦，现在预设是128×128嘛，那我是有试过64，但我觉得64好像跟128差不多。我那时候试64，就是因为刚才的原因，就是如果有时候方块太多，这个画不出来会爆炸，就是会宕机，所以我之前有 debug 试过64，然后画出来看一下那个构造是不是正确的。那我那时候是发现好像效果差不多，因为就是说其实这个就分辨率越高，可能你训练出来这个就是构造什么的会更细致一点，但同时因为它是三次方，对，就是因为你每一边变2倍，那你其实整个的那个记忆体会变成8倍，所以如果你的记忆体不够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提高到太高的分辨率这样子。我还没有试过256，之后可以试一下看看。好，然后你说的那个稍微大一些的场景效果好像不是很好。那这个 Instant NGP 里面呢，其实是它不只有一个 Density Bit Fill， 就是它不只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对，它是根据你的场景大小会有很多个，对。那预设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Lego 啊，或者是其他那些 Synthetic 合成的那些 CG 的场景呢，它的预设的大小就是边长啦，都是1×1×1。我画一个啊，对啊，预设的边长就是1×1×1这样子。对，那它是把这个空间呢，就是所有物体都包含在这个空间里。那它是把这个空间呢，就是分割成128×128×128。那但是呢，当你在实际场景下去做训练的话，就是实际场景你没有办法，就是每一个都
强制的把它压缩到这个里面，所以有一些场景就会超出这个范围。Hello， 哦，好，加油加油，拜拜，阿里不达，拜拜。对，所以有一些场景它就会超过这个范围。那这个东西呢是在 Instant NGP 里面，它是用一个叫做 AABB Scale 这个东西去控制的。对，那有些场景你可能就需要比较大的这个 AABB Scale。这在 Instant NGP 是这样叫的啦。AABB 就是那个 Axis Aligned Bounding Box， 就是跟轴平行的这个 Bounding Box 的简称。好，那有些场景就会比较大，所以就会需要比较大的比较多的这个 Bounding Box 去把它包起来。那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如果你今天的场景是需要这么多个，你是场景的范围是最多有到4的话，那在它的实作里面呢，它是把这个2的幂次每一个，比如说1、2、4啊这些呢，都为它准备一个单独的 bit field。所以呢，比如说我们的1乘1，这里面呢就是有我们刚刚说的这个128乘128的这么多个，就是0跟1的这个小方块。对，那在2乘2乘2里面呢也是一样，它在这个范围里面呢也是把它分割成128乘128乘128的这么多个小方块。对，那4乘4的话也是一样，它就是每一个范围呢，它都把它分割成就是128的3次方的小方块。那当你在渲染一个像素的时候，比如说假设我今天的照相机在这里，我今天的射线是长这样子的话呢，那它就是比如说在这里的话呢，它就是看这个4乘4乘4的这个小方块里面值到底是0和1，值到底是0或者是1。那如果是0的话呢，它就省略这个跑到下一个地方去，这样子。对，所以呢，它这个方法其实就是说，稍微大一些场景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我实验出来，目前的结果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啦。就是因为它每一个大小呢，它都有给它单独准备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bit field。所以呢，即使是在外面这个地方，它还是可以很快的知道说这边到底有没有东西，这样子。好。OK， 那刚才说到最后一个，我们要说它还有最后一个加速的技巧。Hello， 米来，未来，安安，你好。还有最后一个加速的技巧，那这个加速技巧主要是在训练的时候不会用到，是只有在推论的时候，只有在 inference 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个技巧。对，好，那我们刚才说它是。比如说一个场景是像这样子嘛，那在推论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同时生成一张照片的所有像素。那比如说有800乘800的话，我就是一次要生成64万个像素，这么多个像素的那个颜色，那我们就会同时有这么多条射线同时跑出来。那假设我今天把这些射线都画出来好了，好，谢谢，不客气。那我们有这么多条射线，这是在推论的时候，同一个场景有这么多条射线。OK， 好，那有这么多条射线，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射线呢，它其实是没有跟这个东西有任何交点的，对。比如说这一条啊，这一条，对。那没有任何焦点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给它太多的 sample， 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在推论的话，它其实是不是一次把一条射线的颜色算出来，它是以一个渐进的方式，就是说它是一次，比如说我这么多个像素，我一次每一条射线先给它一个 sample， 看看说这个 sample 有没有被正常的利用到，这样子，一次先给一个。就是起始值是1 ，OK。那比如说起始值是1的话，这些射线会发生什么事呢？好，那因为第一条射线没有跟这个物体有任何的交集，所以它呢所需要的这个 sample 值是0，这样子。那这一条射线也是0，那这一条射线是0。
那这条射线是0。OK， 那这一条中间的射线，因为它跟这个东西有交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给它的一个采样点当中呢，它会使用1个。那这边也是一样，它会使用1个，会使用1个，会使用1个。OK， 那我们有了这些之后，我就知道哦，那这些采样点呢，已经应该说这些射线呢，已经不需要再做任何的采样点了。那我就可以把这些射线呢，从我们需要渲染的对象当中排除。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其实是已经收敛的了，那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可以把它们从我们渲染的对象当中排除。应该说，我们就把它的颜色存起来，然后把它从渲染的对象当中排除。OK， 那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减少了需要渲染的射线的数量，原本是8条嘛，原本我们是要渲染8条射线，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些东西已经收敛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quota， 就是分配到剩下的射线的这个采样点的值，把它变多。就是原本我们只给它1嘛，那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一半已经收敛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剩下这4条还没有收敛的那个采样点的值，我们把它增加多一点，我们把它增加为2。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每一条射线会再多2个采样点去进行计算，这样子。那于是这样子的方法呢，就可以就是很有效的，就是把一些已经收敛的那些射线呢，从我们渲染对象当中慢慢排除，然后把那些排除他们所得到的那个计算量呢，分配给剩下需要渲染的那些射线，这样子。好，那这些射线呢，也会一个一个慢慢的收敛。比如说这一条射线，它可能这个地方比较薄，它只需要3个采样点就收敛了。那接下来在这一步的话呢，它也会就是收敛。那我们就知道了这条射线的颜色，那我们一样就把这条射线从渲染对象当中排除，然后把这个的quota呢平均的再分配给下面3个，这样子。对，那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往前的方式啦。对，一开始是每一条射线往前1步，那接下来呢，随着一些其他射线，比如说那些射到背景的射线啊，或者是射到一些比较薄的物体上面的射线，它们慢慢的收敛，那我们就把这些收敛的射线的那个计算量呢，就是把它分配给还没有收敛的那些射线，以此来就是增加这个渲染的速度，那同时也减少这个memory 的消耗量，这样子。对，那它这边的话是这个 compaction。第3点啊 ，compaction of samples into dense buffers， 这个东西就在讲我刚才说的，对，就是把这些收敛的射线一个一个排除，然后把它的计算量呢分配给还没有收敛的那些，对，啊，讲起来简单了，但其实实做起来我也是参考了别人的东西，然后想了蛮久才实做出来的。好，那大致上就这样子了，秘密都被你们知道了，剩下的话就是看code的了。对，论文的这些讲解我基本上都讲完了。好，然后呢，现在要讲什么？好像重点就刚才讲的这些就讲完了。那接下来就开始随意讲一些可能可以讲的吧。对，比如说我就那时候刚要开始写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个 Torch NGP 这个就是别人写好的 code 的存在，那我那时候也是参考了蛮多他写的。对，主要是那个这些东西都是要用酷打写，所以那时候我酷打也不太熟啦，所以我就参考了蛮多他写的，当然还有原版的这个超长 code。Hello 静宇你好，恭喜5000订阅，谢谢。现在5100了，那个发的那个酷打教学又多增加了好多订阅，但我感觉大部分都是讲英文的人在订阅我，因为我推特其实也蛮常发文的，就是发我最近研究的结果，那都是主要是蛮多外国人会留言，
所以我猜那些订阅说不定都是外国人。不过没关系，造福大家是我的目的，订阅不是目的。好，反正就是，对啦，就是参考刚才那个 Torch NGP， 还有，对啊，还有原版这个超长扣的3000多行，当然我没有全部看。好，对，然后呢，我也跟这个我参考的人做了一个比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做出来的结果比他好一点。对，我也是蛮不解的，就是我觉得我跟他的code差不多，但我的效果好像好一点，就是我有跑过他的程式去做一个比较，比如说他在这个legal 可能看不太出来，我们找一个比较难的场景好了，比如说这个 ship 是应该是那个 Nerf 的那个 CG 里面最难的一个场景。那如果是用它的程式码的话，训练出来的结果我是觉得比较模糊。比如说，好抱歉，这边可能会闪一下大家的眼睛。好，比如说我们找一个这张图片好了，这个是它训练完之后生成的图片。那我的话，我生成的图片看起来就比较好一点。要自卖自夸一下，但我也比较好奇是比较好奇哪边不一样啦。对，左边是它的结果，右边是我的。对啊，就不知道为什么它这边的就是 noise 还蛮多的。那我的话就是没有任何 noise， 就是可以直接看到船的本体。那他们这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噪声出现，闪光攻击 ，sorry。那其他的场景我也是有看过，就是它的 code 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比较多这种就是奇怪的 noise 出现在图片里。那我的话是比较没有这样子。好 ，OK， 那这是我参考它的，当然它还有实做一些其他就是不同的 nerf 吧。它除了 NGP 以外，还有把这个套用到，比如说 deformable nerf， 它是可以就是更动时间的，就是它虽然那个图片可以是动态的，它也可以把它训练出来。那这是它的一个结果，就是它训练出来之后，它可以调整这个时间，然后让这个场景动起来。然后它也有做 GUI， 接下来我可能会也做一个 GUI 吧，因为就是有时候那个照相机的调整比较难，所以我想做一个 GUI， 那调整照相机就会变得比较简单，这样子。钟启明问说 ，sample 点时的间距是固定的吗？正常来说是固定的，就是每一个点，对，正常来说是固定的，它每一个点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 bit field 它的值是1的话，那它前进的值其实会是，等一下哦，这个要看，sorry， 这个要看，如果是在两个情况啊，就是一个情况是在那个 CG 的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就是 ship 啊，或者是 legal 是这些场景里面，那在这些场景里面是固定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一个采样点它所存在的那个 bit field 里面的值是1的话，那它所前进的这个步伐的大小是一样的，那一律是这个1024分之根号3，也就是这个立方体它的对角线不是这个对角线是这一条嘛？对角线的长度是根号3，边长是1，对角线的长度是根号3，那最大的步数是1024，所以它所设定的步伐的大小一律是这个值。对，好，那这是在 CG 的情况下，那如果是在实际的场景里面的话呢，它是有采用一个叫做 exponential stepping 的方法。exponential stepping
我不确定论文是不是这样叫，但主要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实际在拍摄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会大部分把这个焦点集中在中间的地方，那外面的部分可能就是拍摄的时候就是一定会拍到那些背景，但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背景，而是会集中在中间这个部分。所以呢，它采样的方式是我靠近照相机的时候，比如说这些地方我的步伐会比较小，那越远离照相机我的步伐会越来越大，这样子。那这一点呢，就是可以很有效的就是把这些背景的地方，就是我不需要给它太多的采样点，因为我只聚焦在中心的这个部分，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叫做 exponential stepping。那它的计算的方式呢，论文里面也有写。论文的话，它是在这里。对，我直接写给你看好了，就是它的如果步伐叫做 dt 的话呢，它是 t 除以256这样子。对，假设我们今天这个点它的距离是 t 啊 ，t 是这一点跟照相机的距离，那它下一步的步伐的这个大小呢，会是 t 除以256这样子。对，对，然后它再把这个东西 clip 到就是1024分之根号3，然后最大的话应该是128分之根号3，对，这样子，乘以 scale 了。对，所以呢，步伐间距不一定是固定的，在CG 的资料里面是固定的，那在实际的场景的话，它是越远离相机，你的步伐的间距会越来越大，这样子。好，然后继续说刚才的这个我参考的这个实作，它就是实作了也蛮多其他不同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刚刚给大家看这个 dnerf 嘛，就是它可以调整时间这样子。然后呢，它还有这个是原本的 instant NGP， 然后也可以训练就是其他就是 nerf 里面的实际的资料，然后还有他自己的，他也有写论文，他不是只有实作，他也是一个学生，然后也有写论文。这一篇应该是他做的论文，然后他也把这个加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 CC nerf 呢，是它可以把很多个 nerf 就是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渲染的速度也很快，这样子。好，然后呢还有什么？回到这里来，就我也有看到一个蛮新奇的这个 J nerf， 这个好像是 Jitter， 我之前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这个是一个中国公司开发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中文叫做记图。我现在看也蛮多人用的，2000多个 star。我自己是没有用过啦，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这一群人呢，在这个 Jitter 上面呢，把这个工作给复现出来。那训练的速度也是很快，对。但我主要是觉得说，它里面大部分都是复制贴上原本的，就是原本酷打的code，它把它复制贴上，然后用 Jitter 把它叫出来而已。所以我是觉得比较不太能扩充吧，就是你还是看不懂酷打，你就写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如果你只是要跑的话，应该用这个可以，但我的目标是可以自由扩充，就是比如说我之后工作可能想要把这个 Instant NGP 呢，把它再跟其他的框架，比如说我之前说过的，想要把它用成跟那个 Mesh 差不多的东西，可能会加上一些 Volume SDF 啊，或者是 NewS 这种的。那如果用这些比较难以扩充的框架，我就觉得，那我用这个有什么意义？这样子，我还不如直接用原本的。所以我就是试着把原本的呢，就是用 PyTorch 写出来，同时也可以让它变得比较容易扩充。对，这是我主要的目的，这样子。好，所以刚刚那个 JNerf 呢，我是觉得不太行啦。对，那如果大家想要参考或者是用的话，也是很欢迎的。好，
那其他的话，主要就是只是一些尝试性的实作吧，就是比较没有太多实用的结果。好，中型铃声了解，如果 ChatGPT DT Gamma， 哦，对，哦，我看一下哦，你说它的DT Gamma 是我说的这个没错，我当时也有看到。但我记得它 DT Gamma 设定的是一样的，它的 DT Gamma 也是设定256分之一的样子。建新说会 release 刚才可视化的话，哦，记图是清华图形实验室做，还在维护，不错这个的话，但我写的蛮丑的我怕放上去，大家会觉得这个是该在干嘛？应该是不会放吧？你要这个吗？你要这个，我可以贴给你啊。好，我等一下放一个好了，我等一下放一个。对，但因为这个现在都没有任何的那个注解，所以我怕大家看了不知道我在干嘛。主要是这个考虑。好，那我等一下发给你好，那我用邮件发给你好了。对，我也有你的邮件，我用邮件发给你。好，可以看一下其他的啊，比如说我有训练出来那个，就是 Instant NGP 里面，它主打的就是那个嘛。那在标题里，不是标题，就是一开始的画面里就给你看一只狐狸。那这个狐狸我也有把它训练成功出来。那我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狐狸它的结果是怎样的。好，那狐狸的话，我记得是这样子。好，因为狐狸的话，它方块数比较多，所以我这边要设定一下，我只显示最外层的，那个 bit field 就好。为什么这么多？设定对吗？设定好像有点不太对。它这边有30多万个，那算了，那这个没办法给大家看，太多了，这个会宕机。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是用64来 debug 的啊，64的话就可以秀出来给大家看。但现在这个方块数太多会爆掉，所以不行。要死，之后还是做一个可以显示越多越好的。好，那主要重现的工作大概是这样。那最后讲一下，我还没成功的一些点吧。好，那首先第一个点呢，是我这边也实际就是秀给大家看一下训练的过程，Instant NGP 啦，希望可以哦。我不知道现在资源够不够。好，我实际演示一下这个 Instant NGP 训练，不是我的 code， 是 Instant NGP。我这边主要是想给大家看一些差异。好，那这边的话呢，主要注目的地方呢是在这个 samples per ray。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 samples per ray。那这个数值呢，现在是 7.24。那这个东西代表的是平均每一条射线上所需要的这个采样点的数量。对，那这边 7.24 应该就是代表说，一条射线平均只需要7个采样点就可以把这个图片渲染出来。对，那当然是点数越少，那速度越快嘛。对，好，那在这个 Instant NGP 训练出来的结果是，收敛的话大概是差不多5左右。
那这边的话已经到7了这样子。好，但是呢，我现在的结果没有办法达到那么少。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训练的结果是，我的 sample 是呢，最后收敛的情况也只有到22多，所以代表在我的 code 里面呢，我是一个射线呢，平均需要22个点才可以把一个像素渲染出来。那想当然，这个速度就会比原本的慢蛮多的，那吃的资源也会比较多。那这个点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需要的这个 sample 比原版的多不少。那不只是刚才那个 legal， 我也在蛮多的实际的场景啊，或者是其他 CG 的场景尝试。那尝试出来的结果就是，我现在所需要的这个 sample 的数量还是比原版的大概多2到3倍吧。对，那这个就是首先就是影响速度，那接下来也会影响品质。那品质的方面，我是在数字上面，应该说在肉眼上面看不太出来，那数字上面可能会差一点点这样子，但我还是想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对，这是我现在还找不到问题的，但是知道存在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也蛮不太能理解的，就是有一些场景它会失败，就是虽然是同样的 code， 那也是类似的场景，就是比如说都是那种360度的那个实际的场景，那有些会成功，有些会失败。那这个其实这个现象呢，在原本的 Instant NGP 的 code 也是会发生的。比如说，我那时候就有尝试说，在那个大家知道那个 Nerf 里面，除了那些 CG 的档案之外啊，还有一些实际的场景。对，比如说这个 flower 啊，然后那个 fern 啊，然后这个 horns 啊等等的。对，那我也有试着在 Instant NGP 上面训练这些东西，但是有一些场景它会失败。比如说我这个 flower 的场景，我先给大家试一个成功的好了。比如说这个 fern 这个场景，这个是那个蕨类植物的场景。大家看到虽然效果的话，它可能收敛的时间会比较久，比那个 CG 的场景要久，但其实看起来还 OK 的啦，不到特别好，但是看起来还 OK， 就是至少那个构造啊都有出来。OK， 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相同的东西，我把它去训练那个 flower 就会失败。flower 是什么呢？ flower 是这个。flower 在这没有出来，大概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这个场景的话就会失败。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训练就是一个完全不知所云的一个东东，就这样子出来。但它不是，应该说它不是完全失败，它是 overfitting。因为如果你看一下那个训练的资料的话，它在这边可以让你看训练的资料，比如说第一张图片，继续往后看好了。OK， 那这边是训练图片的重建结果。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训练图片的重建结果并不是很差，但是训练出来的那个一般化结果就非常差，所以代表就是 overfitting。那我还不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那这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场景会发生，有一些不会。那我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对，那我自己的程式码呢，也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比如说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了，就是我之前有用 Nerf 训练出来的这个，我有用 Nerf 训练出来的那个西利卡刀剑神域里面的一个角色，这个东西。这一个公仔，
有没有动图？好像没有动图。哦有这个东西，我把它，其实之前 Nerf 是完全可以成功的嘛。那我把这个东西用 NGP 去训练一次，看看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发现，不能说失败，但半失败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训练出来的结果。这一次好蛮多的。这一次好蛮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之前的话我训练出来是失败，这一次突然好了。但其实也不算完全好，就是它在这个有照相机的地方，这边可视化的是它的照相机。但照相机前面的地方，它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这个 floater， 我也不知道之前都是失败的，但今天成功了，好神奇哦！但也不算完全成功，因为就是你在移动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会看到这些有一些雾雾的，就是它是有一些地方，它是把那个实际要重建的物体，它直接重建在这个照相机前面，所以就会出现这种雾雾的情况，就是挡住照相机。但其实这里应该没有任何东西才对。为什么看起来放在洗手盆里面？但好像这种360度往里面看会，就是看起来像这样子。试着把 AABB Scale， 我有试过，但我们现在可以试一次。忘记，这个嘛，比如说 AABB Scale 我设成4好了。场景大一点的，再跑 NGP 也会这样真的对啊，所以那个我还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东西发生，因为也不是 pose 的问题，就是 pose 是很完美的 ，pose 很完美，那你只能想象是它初始化的值，它初始化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好，我们试一下那个真声说的，我把 AABB Scale 调大了，然后呢，我们来试一下刚才的。现在 AABB Scale 是4咯，对，还是可以半成功啦，就是这些奇怪的 floater 它还是会存在的，就是会存在我们这个训练照相机的附近。对，所以在这边的话，看起来就会很糊。其实，在这些照相机的中间，你就会看到一些雾雾的东西。Direct Voxel Go 的 Low Density Initialization 也有说这个。对哦，我有想要试一下他说的那个 Low Density Initialization， 就是一开始我们不要把那个 Sigma 的值让它 predict 的太高，我们给它加一个 bias。但我在我这里加 bias 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连训练就直接失败了。比如说我这个 predict density 的地方，我是在这里啦，就是训练出来一个特征之后，把它加一个 activation 变 sigma。那我有试过在这里加一些 bias， 比如说-1啊之类的，但这样子训练会直接失败，直接那个 loss 变成 NAN，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我们的 step factor 是256分之一，它是128分之一。真的哦，它是128分之一。它是128分之一哦。真的耶，它 default 是128分之一。但其实如果是那个，如果是
CG 的话应该都是0才对。Default 应该是0吧 ？Default 不是0吗？Default 不是0好，它 Default 它 Default 不是0。好吧，那我把它那个 Default 设成0，我再帮它重新实验一次好了。因为正常在那个 CG 的资料的话，应该是0才对。Hi, can I able to add subtitle? Sorry, I don't have time currently. So yeah, this is just a random stream. So yeah, for the tutorials, I will add subtitles. 好，那我之后再把它设成0看看，再帮它用一次。好，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有一些场景会失败。那在我的这个实验里面也是一样，对啊，就是有一些场景直接训练出来就是一片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现在还有，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我是用跟其他，这个是 MIP-NERV 里面的那个资料，就是之前也有介绍过的这个 MIP-NERV 360度这个东西。那我是用它提供的资料去进行训练。那其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训练会失败，就是像刚刚看到的一样，就是前面多了很多个物。那我还在想说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场景都很成功啊，比如说这个好了，这个叫 Garden 这个东西，这个就很成功啊。这个是 Test Set 里面的东西。就这个生成出来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深度看起来也 OK。然后背景就是太远的地方很模糊没关系，那近距离的我们成功重建就好。那这个我也把它生成一个360度的图片，那这个生成出来也看起来就没有任何问题，很好。对，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场景会失败，有些场景会成功。我就觉得可能还需要加一些 prior 吧，比如说刚才那个杨邦邦说到的 low density。对啊，我有尝试其他，比如说这是另外一个那个 MIP-NERV 360度的，那这个我弄出来也是看起来很棒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有一些会失败，还有这个。对，好，总之呢，好，总之呢，对，今天的就是 InstantNGP 的讲解就大概到这里，然后就是最后的结尾是我觉得有些也不算结尾啦，等最后还有一个结尾，就是现在。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就是说，我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办法达到就是原版的那个精确度，比如说那个速度啊，或者是那个 sample points 它的数量，就是我刚刚说原本只需要5个，但我需要22个，这个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一些场景会失败，那原版也是会，那这个原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好，哦，对对对，然后。对，接下来是我之后可能会想要做的一些就是 improvement， 就是想要我在尝试这个 InstantNGP 的时候碰到的一些我觉得它不太厉害的地方，然后可能会想要专门加强这些的地方。好，那首先第一个呢，钟启明说的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说。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它就是 handle 那个 view dependency effect 的时候，我觉得并没有到太厉害。就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在 NERV 里面我们说为了要就是可以重现那种就是你随着视角不同所看到的颜色也会不同那种反射光的那种效果，它是有在
那个 RGB 的 network 里面把那个射线的那个角度也加到那个 input 里面。那虽然在 NGP 里面也有这样做，但我觉得它所得到的效果没有非常好。那这边没了，我找一个给大家看。那最明显的就是在那个，等一下哦，最明显的是在那个 materials 的那个场景里面。我把这个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我把所有的结果贴在这边，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materials 的结果。跑的有点慢。好，我们知道 materials 这边就是它每一个球呢都是金属的，所以会反光。那最明显的是这个球。那原本的图片也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原本的图片，在这里。好，那原本的图片就是这个球的就反光就是非常的平滑嘛，所以大家就觉得这是一张真正的图片。但是训练出来之后，这个球的反光其实就是一团糊。它训练出来其实是在每一个不同的视角，它都给它加一层雾雾的效果，然后让它看似达到那种 view dependency， 但其实它的表面是非常的粗糙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结果好了。就是虽然你觉得看起来好像是那么一回事，但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它的表面就是非常粗糙，就是为了它要重现每一个视角的不同的那种看起来的效果，它是每一个视角都给它就是多涂了好几笔这样子的感觉，所以看起来就会像这样子非常的不均匀，非常的粗糙。那这个东西在 depth 的深度的可视化也可以看出一二啦。就是明明这是一个球，应该要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球形的嘛，但它的那个深度就很奇怪，它的那些有反光的地方就会变得比较透明。那可视化深度之后，就会发现说，这个地方怎么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球这样子。那这些比较没有反光的球的话，看起来就比较正常，比如说这一颗啊、这一颗、这一颗之类的。但刚才说到的有非常重大的反光的这一颗球，它的深度图看起来就很奇怪。对，好，所以这是我第一个觉得，这个 Instant NGP 可以再加强的地方，就是我们应该可以再加强它那个 view dependency 的一个效果，可能是要在网络上加强吧。就是之前可能也有介绍过的这个 RefNerve， 这个可能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参考对象，就是它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 view dependency 的 effect 呢都重现出来。原本的比如说 MIPNerve 它重现出来是像这样子，就是也是不平滑，就是看起来每个视角都有一些粗糙的东西，但是加上 RefNerve 之后，不管你怎么转，看起来就是非常平滑。好，那对，刚才那个现象在其他的，比如说这个 spaceship 这个场景里面也可以看出来啦，就是你转换视角之后，你会发现说，这个玻璃怎么看起来就是一点一点的，就很多噪声这样子。那在这个 depth 里面看起来也是，就是很奇怪。好。那这是我觉得第一点可以加强的。那第二点呢，就是 floater。对，钟启明也有提到这个 floater 的东西。那 floater 就是我们重建一个场景之后，你会看到说有很多就是那里其实不应该有任何东西，但是呢，这个 Instant NGP 却故意在那里，也不是故意啦，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加上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重建这个原本的 Fox 给大家看好了。那这个所谓的 floater 呢，就是在一些没有东西的地方却有那个 volume 的存在。
比如说这里好了，这里不应该有任何东西，对吧？但是那个 InstantNGP 呢，却预测出这里有一层这样子的物的存在。那这个的话，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是那个，因为我们说那个 hash map 那会有那个 map hash collision， 那有可能是因为那个原因导致这里出现了一些东西，就是它可能对应到的是这边的东西的训练，但是因为有 hash collision， 所以这边也出现了一些东西，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但我觉得也有可能用一些其他的 regularization， 比如说那个 MIPNERV 里面提到的方法，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去掉，也说不定。那这个也可以是，也可以是之后研究的一个方向。总之呢，我现在就是有了这个雏形之后，那大家就可以在这上面就是根据你想要做什么，把它做一个扩充。我觉得就非常简单，比起你看原本的库打的 code， 然后去修改，我觉得简单蛮多的。好，然后类似于 DSNerf 一样，稍微加一些，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加上一些 depth prior， 这个我也有想过 ，depth supervised nerf， 按错了。对，这个方法就是用那个 CodeMap 所生成的那些稀疏的点云，然后去用那些稀疏的点云让这个nerf 知道那个点的深度大概是在哪里，然后用这个去训练，这样子，说不定这个方法也可以减少 prior。好，反正就是接下来就是靠大家了。我这个雏形已经构建的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是大家想要研究什么方向，就可以利用这个框架，因为真的也蛮快的。现在的效果不太好，是吗？我是还没有试过啦。你是试什么呢？是那个 CodeMap 所产生的点云，还是用，比如说用深度神经网络预测出来的那个 depth？ 我不知道它可以用什么去训练。对，现在的话训练快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还知道有一些啦，就是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刚才有提到吗？对，我知道有藏在他的 code 里，我也有看到，但我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形式丢进去。对，所以问一下，你是用怎样的形式丢给他的？是用 Point Cloud 还是 Depth Ground Truth？ 所以是图片吗？一张一张图片。对，我刚刚说到，现在训练快的话，还有一个叫 DVGO， 以前的直播可能也有介绍过吧？对啊，作者是台湾人啊，他这个的效果看起来也是非常不错，那也可以套用到各种不同的场景。Depth Image 原来如此，对。建新说 Our Face。对啊，我之前在上一份工作离职前，最后也在做那个，但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在那个 coordinate 吧，因为你就是如果是往外看的话，就是你的场景会变成是无限大，那你要怎么把这个场景控制在一个可训练的范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所以你没办法说你这么大的场景每一个都去用一个。都去把它完美的重建，你只能就是 focus 在比较近的物体，那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做也是一个问题。好，那这个东西的话呢，它现在训练的速度也是很快，应该也是10几分钟就训练完了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很快的
我刚才还想到一个，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了。然后那个 DVGO， 哦，还有一个叫做 TensorF 的，哦，最近我说有开源的啦。TensorF 的话也是训练很快，但它好像目前只有这种小规模的物体，就是那个 CG 的场景可以训练，就是太大的话，应该目前好像是没有办法。然后它这个训练，对，它如果用那个 NDC 的话，是可以套用到 forward facing 啊，但是就像这种360度的这个的话，应该目前还没办法。对，这个方法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试一下。它是把一个3维的空间分成2个比较低，叫做 low rank 的东西的相乘。对，像是矩阵的分解这样子的感觉，那就可以把整个东西加速。好，有点离题了。好，今天的重点还是在这个 Instant NGP 啦，还有5000订阅，没有啦。重点在这个 Instant NGP， 我们把它最后的那几个秘密也都讲完了，就是把它最后那个 Ray Martin 的秘密加速的秘密也给大家公开了。对，然后最后再宣传一下我这个写好的，就是如果你会拍 Torch 的话，你可以尝试着使用一下我的这个帮你写好的 NGP 这样子，然后去用它做你想要的扩充。Hello， 小红 Anthony， 你好，恭喜5000订阅，谢谢。好，那我要讲的应该就这样子了，给大家看一下一些结果。对，然后我说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怪怪的，就是它就是旋转的那个也不是角度吧，就是看起来就歪歪的，因为这个东西我没有 GUI， 我没有办法把它调整。因为要调整，你需要知道这个东西它朝上的向量是多少，但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直接从 CodeMap 什么东西得到，你要从 GUI 里面自己慢慢把它调出来比较快。所以我下一个要做的事应该是会写一个 GUI。好，建新在哔哩哔哩有500订阅，恭喜！再请教一下，这种 encoding， 我觉得不太行因为 MIP-NERF 它是一个，对啊 ，MIP-NERF 它是一个空里面的这个 positional encoding 的这个期望值。那你如果是这种 hash encoding 的话，首先它就是一个一个的方块，所以你要取得在这个锥体里面的方块有哪些。那这些方块也不是它在里面就整个在里面，它是会有一部分在里面，一部分不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要取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比较困难。你要取得所有在里面的点，它的 hash encoding 的这个期望值，我是觉得比较困难，可能要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对，的确现在是这个没有办法用成那种就是 multi scale， 对，你只能训练在最高的那个，就是其中一个 scale， 那你没有办法。但也不一定没有办法吧，我不知道，他只是没有做这个实验，说不定可以，说不定这个 hash 直接相同的方法可以直接 multi scale 也说不定，这可能要做一下实验。但如果是说你想要套用一样的方法，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Without pose 的渲染可以啊，可以，其实原本就可以了，原版的这个 code 它有提供一个叫 train extrinsics 的方法，
但我不知道这个需不需要就是原本给它一个值。但如果是现在的话，我现在的 code 是还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啦。但如果要加的话，应该也不难，就是你在生成这个 ray 的时候，你把它用成动态的生成这样子，然后你的每个 pose 去给它用一个可以训练的参数，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对这个的话就要靠你写了，我现在应该是不会去写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就是每个人有不同需求嘛，那就靠自己了。那我是可以跟你说可以的，对，就是把那个生成 ray 的那个地方呢，把它改成动态生成，然后你的那个 parameter 呢，就是你那个 extrinsic、intrinsic， 你把它用成 parameter， 把它用成可以训练的这样子。然后再套用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些方法，比如说 nerf minus 这样子的，应该就可以训练了。感谢你的发问。好，那还有什么嘞？好像没了，这个也讲完了。哦，对，要发给建新。我差点忘了，我这个等一下发给你。好，这个档案直接发给你。好，不客气。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吗？好，看起来好像没有其他的疑问。那今天的5000订阅狂贺直播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啦。你好，郑思琪说展示训练结果的 GUI 是用 OpenGL 做的，应该是吧？看起来就是用 OpenGL 做的。我是对这方面还没有任何的经验，我还没有做过 GUI 其实，所以但我觉得可能始终都是要学吧，就跟我没有学过酷打，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去学了一样，就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真的之后一定会用到的东西，对，所以我应该也会花时间在学这个上面。对，那如果觉得有办法做教学的话，说不定还会出一个教学，如何用 OpenGL 做一个 GUI， 那也不一定啦，反正我就自己先学嘛。对 ，ImGUI 加OpenGL， 对。好。OK， 好，那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就继续做研究啦，继续拓展我的事业。好，那看起来没了，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这里咯，感谢大家的参与。那对，差点忘了，不能再继续做我的。在做我的之前呢，首先应该等我喉咙好了之后，我现在还是会比较多咳嗽啦，所以我会等我喉咙好之后，先把第2集酷打的教学出完。对，那个的话也蛮推荐大家，如果你有要学 Nerf 的话，你有想要把 Nerf 这个东西加到你研究里面，然后让它变得更好更快的话，我还蛮建议你去学我最近出的那个酷打的教学的，真的很有用，就是加速非常多，而且就是一旦学起来之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复制贴上，真的都是复制贴上，然后只有少部分的地方你会需要一些数学微积分的知识这样子。好，对，然后就是我喉咙好之后，我会出第3集的教学，然后
应该就这样吧。目前的计划就这样，然后把这个研究继续往前推进。那如果有什么新的进展，再开直播跟大家分享，但也不一定，如果没有就不会。好，正生说谢谢啦，收获满满的直播，感谢你的参与，对啊，我的直播就是尽量提供给大家最新最先端的知识，这样子。X 加油，谢谢。你画的图，幸运草跟那个什么，那是什么？占卜。好，Cosmo， 谢谢辛苦了，你也是，加油加油。郑世奇，感谢辛苦了，加油。小红辛苦了辛苦了。钟启明，感谢分享，感谢你来。哦，黄胜文你也来了。好，其实你问我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在 GitHub 上面发文也可以。在那边我会比较回答比较快，而且在那边回答别人也可以看得到，所以比较推荐有问题的话在 GitHub 的这个 issues 里面发。好，建新拜拜啦，拜拜。好，那就是大家如果有要继续研究 NGP 的话，就可以欢迎使用我的这个程式码。那接下来的研究就靠各位啦。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 ，Salieri， 谢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好，拜拜。